好，我是那个大叔，很高兴来到我的游戏频道。今天继续带来全军破敌战锤3的对战影片。看到这只凶猛的巨熊，没错，今天使用的是基斯里夫。这只熊就是造价非常昂贵的单体巨兽。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，它是精英单位，重甲、破甲伤害，而且它带的是冻伤以及魔法攻击，都是非常卓越的能力啊。那这边呢，看一下它的破甲伤害比例非常的高啊，这个300有225是破甲伤害，那基本上就是感觉就是打谁都可以啊。然后它重要是有这2个技能，一个是突袭，另一个是凛冬之心，一个范围算不错大的招式。然后这边会看到，它会随着时间伤害会慢慢的提升，非常的可怕。那我们这边再看过来是领主，我们这边领主是使用普通的领主，那是冰冻系的，主要就是带着这2个魔法，一个是寒冰之刃，就是强化武器威力的，那还有这个凛冬之心。跟元素熊的是一样的，只是元素熊是发动一次就没了。那法师的话是只要魔法之风足够就可以不断的发动，算不错。那剩下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。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部队哦，这边摆了一个比较特别的阵型，我们这边摆了一个类似 B 字形的感觉，想要做一个类似包夹的。然后这边呢，正前方这队是沙皇卫队，这队是非常的强悍的精英，不到精英，反正非常强悍的步兵单位。不过也是比较特别一点，就是它是只有单种武器的，并不是说有多种武器。然后基斯里夫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这个我族之血，当士气下降到一定程度，准备动摇的时候，会发动，持续25秒。这25秒内呢，就是会变成永不溃散，等于说多了一点点挣扎的时间。其实这25秒非常的至关重要，坦白讲，我是这么觉得。好的，那我们这边简单介绍一下，前排是由这2种兵种构成的，一个是重装克萨勇士，一个是重装克萨勇士重型武器，那就是这样子交叉而成的，这样子排成个 V 字形。当初有一些原因是因为觉得好看。好，那后面这边就是克萨勇士，主要是拿弓，不过它也是有近战能力。不过呢，它的弓距离没有到很远，是140而已，有一点点可惜。像暗精灵那样子，不过暗精灵的弓箭手是带破甲伤害，那这边没有，就蛮可惜的。然后我们这边看一下这次的对手是歼旗。我们首先看一下领主，万变领主，就是这只巨大的鸟。不要看它非常巨大，好像很强悍的样子。我们看一下护甲强度30，这基本上就是被压着打的。然后武器威力现在是因为各种修正的状况下，所以才会来到将近250。所以正常来讲的话，它的基本值是只有225，比刚刚那只熊还要低。所以呢，不要看它那么大只就觉得它可以冲锋陷阵，没有，请把它当法师，它真的就是法师。有的翅膀在空中飞是比较方便，偶尔可以下来打一下。如果你说让它去打像这种的歼旗掠夺者低阶单位，那确实没什么问题。但如果打中阶或是比较高阶单位的话，这一只可能会被按在地上摩擦。我们看一下这边所携带的法术哦，歼旗蓝焰，那
消耗魔只有6，非常的好用。还有窃取魔法，可以去等于说是吸对方魔法，而且还可以还可以去对方使用的话，还可以去暂时让对方沉默，蛮好用的。那这边还有尖旗本焰，算是这2个我觉得算尖旗系蛮好用的招式，而且消耗的魔力之风都不多。然后最后就是这个地狱门，地狱门就是要看准时间使用的。如果放得好话，这一招放下去会造成重大的致命打击。然后呢，前面尖旗略都有看过，然后最旁边2侧是这个神选者长期版本，主要就是针对反大，针对对方大型单位。那这一队呢比较特别，它是精英版本，它是只有8个模组，但是不要小看它，8个模组都非常强悍。那当然啦，后面还是要有远程输出的高阶尖旗火妖，它是非常适合打多模组的那种单位，它非常适合，因为它射出去是火焰会算是一种扩散的方式，非常适合。好的，那我们来进入战斗吧。那首先呢，双方都没有炮兵，所以要走路一段时间。我们这边先稍微加速哦。对方先放了一个窃取魔法，提升自己的那个存量了，这边就比较麻烦了。那我们这边就先稍微加速一下，因为刚开始地图又太遥远，双方没有炮兵，所以就没办法动。好，我们这边靠过来，对方那个火焰闪了一下，那这边哦，这个就是尖旗的法术，那个很难不好躲，那种法术基本上不好躲。好，我们这边放了一个凛冬之星啊，那凛冬之星呢，对方会不断的减速，然后并且会不断扣血，但是他们有护甲，等等，类似能量护盾的东西。他离开战斗过后，他们这个会慢慢补充，所以刚开始实际上打到的不是他们的血，而且等等就会开始回护甲，更正回这个能量护盾，我一直讲错，反正他们这个等等会回复就对，这样现在脱战过后就会开始恢复，这是尖旗他们的很大一个特色。好，这边这个法术放下来非常的痛哦，基本上这一队已经剩下50%的血。然后我方这边一口气大起进攻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是高阶火妖的攻击方式。它火焰射出去过后会扩散很多小火焰这样子出来，所以其实比较适合去打这种多模组的。好，对方的领主直接冲下来，他这样冲下来其实他非常哦，这边召唤了一对换换速度。我刚刚好像有一个单位没有介绍到，对方的这边画面先暂停。对方的英雄单位我们刚刚没有介绍到，因为它太小一只了，所以我没有看到。这个它主要就是重甲反步兵的领主。那我们这边可以稍微的看一下，它是更正，它不是领主，它是英雄单位。那这边也是有远程的能力，那他这边也是可以自我治疗，所以他那个可以撑很久。这边呢，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，因为刚忘记了这个角色。那现在他已经算是被那个被烧到了吧？好像有被高阶火药烧到。好，我们继续。这个单位其实蛮贵的然后他这边在跟沙皇卫队对抗，其实他打沙皇卫队应该会比较轻松，他本身是属于反步兵型的领主，然后对方的领主跳了下来，直接去抓克萨勇士。其实他打克萨勇士是还可以，前提是他不要被激活。我方弓箭手有特别在抓他好，我们看一下，他这边
这个熊刚喷了一下那个子期，没有那个带到画面。然后我们这边也放了一些强化的招式在熊身上。我打算直接用熊去咬对方领主，因为对方的领主其实很不经打，坦白讲。然后这边凛冬之心也开了下去哦，想说至少能先把对方领主抓掉的话，其实这个凛冬之心放的也不错。然后对方又一个法术杀下来哦，非常的痛哦。我们看一下。这一个奸奇，哇！他打在的是我们的召唤物上面，所以其实没有太大关系。然后这边又一个凛冬之心下去哦，主要就是要抓对方的这一队啊，这个神选精英版本。不过似乎效果不是很好。我们看一下这个高阶火妖一发下去，这个伤害其实真的很可怕，非常痛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这边已经快要把领主给抓死哦。前方部队直接往前推进了，那领主就在这边燃烧，等下会直接死掉。因为刚刚除了元初熊在打他以外，我方弓箭手基本上也都在起火领主，要最快时间把对方领主解决掉，不要让他一直不断的放靶子，非常麻烦。好的，对方高阶火妖的弹药已经射完了，这一队的射完了，代表其实他工作也都做完了。啊，对的，其实还有，我当时没有注意到，他弹药，因为我刚刚看到是，刚刚有看到一队那个高阶火妖过来，想说可能2队的消耗量应该差不多，所以我那时候是直接拉过去，我没有好好的去做一个上兵，我这边就是直接拉过去，你看，他这个样子，我方损失会非常重。虽然说他的弹药是58%，不过其实这些我应该是可以死下来。好，切过去，先开枪啦，因为这些都是还有弹药的。哦，这一发又过来，这个损失很大。那一枪 S 呢，都是打在对方的能量护盾上面。好，元素熊直接围了过来哦，开始在打不过对方的神选者，对方神选者也是吃素的、我们看一下，其实打不太痛啊，而且元素熊基本上快死了，他被那个这种神选长戟打真的是被打好玩的。然后对方这个高阶火妖弹药射完的变成近战模式，基本上这个稍微一下就消失了。然后我们刚刚镜头没带到，元素熊被这个神选长戟歼灭了，没有办法。不过神选长戟打普通的单位效果没有到很好，所以后面这边弓箭手非常有空档可以做输出。不过我们现在主要输出是对方的这个英雄单位，毕竟他的实力很强悍，他可以活到这么久，血量勉强还算健康，现在已经算是残局了。好，我们这边放了一个寒冰之刃给沙皇卫队，沙皇卫队到已经扛蛮久，到现在还活着，尽可能的要去围剿他。然后后面弓箭手也不断的在激活。好，现在是转头集火这个神选者，神选者几乎都活得好好的，他的模组数量没有减少太多。好，那这边过来抓克萨勇士，其实他抓谁都没关系，因为我们单位都很平，直接给他打，然后后面弓箭手再跟他输出，其他单位可以跟他交换没关系。好，发动了，我族止血。发动之后会持续25秒，士气是100%状态，所以不会立刻崩溃。这算是基斯里夫的一个蛮强势的被动能力。好的，我们这边看到了，其实这2个击杀没有到非常的漂亮，坦白讲，这2个，因为这个配置方式其实兵的数量应该不会说太少，这边总共配置了600多，而这边
两个加起来烧了不到100个单位，表示很多弹药可能都打在单体巨兽。我们可以这样子去理解，因为刚刚有看到他们2队弹药是有打完，但是你打完了，你的那个最后结算出来的那个击杀数不到100，我部署了600个单位，你击杀不到100，其实这个算有点少，因为他们本身是属于广范围型的单位，广范围去屠杀步兵的单位。所以这个感觉就是使用上不合格，而且我们刚刚有画面有带到，它打在元素熊上面很多，这些其实都是浪费。那比较让我意外就是这一队神选长戟其实斩杀数算蛮多的，我这个算蛮意外的，代表他应该常常去贴了一些步兵，贴着步兵在打，他没有贴着元素熊。正常讲，这2队应该要想办法第一时间先贴元素熊才对。然后领主其实太冲动，领主不应该下来。领主基本上，如果我用歼旗的话，领主应该都在空中上面飞而已。因为毕竟领主真的要下来打，真的太危险了。他的领主都非常的软 Q 啊，不要下来打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所有影片内容啊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赞，并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个大叔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